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星，我现在在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的马田镇。好家伙，这寻找美食啊，今天咱又来这个镇上了。这个镇为啥美食很多呢？就是因为啊，它这儿是一个老的矿区。以前的时候，在90年代，这个矿业非常的发达，所以那个时候聚集了很多人在这里。那有很多人的地方，自然就会产生当地的美食。今天这期视频啊，咱就是马田小镇美食一日游，走这儿。一大早来到马田啊，咱先整一碗粉儿。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马田的农贸市场，非常的热闹，有卖菜的、卖肉的。当地啊有一个砍肉粉特别有名。那啥叫砍肉粉呢？就是你自己去买肉，在这个市场里头牛肉，然后砍了以后呢，然后那边有粉店给你加工，所以叫砍肉粉。前面有个卖肉的，咱买点。太热闹了。是牛肉呀！我要吃那个砍肉粉，大概一个人买多少钱？一个人15，一个人15块，10多块钱就够了。10多块，你有个15块钱的，拿还点嫩的啊！这是啥部位啊？这个腿子上的牛肉。腿子上的牛肉。哦。12，再来一点点，来15块钱。好。新鲜的牛肉啊！新鲜的。这是属于早上现杀的。早上现，这属于什么牛？水牛。水牛肉，当地的水牛肉。多少钱？16，好嘞。买了这个16块钱的肉啊，要去那儿加工。你们是不是当地管这个叫砍肉粉是吧？对。水煮。砍了肉，然后。对。自己砍肉，自己去加工啊。卖菜。这是马田豆腐是吧？马田豆腐好吃。你吃。不，10块1斤是吧？你给我来5块钱的吧。哎呦，这个奶奶啊，直接拿着就让我吃，你知道吗？无法拒绝，咱就来5块钱的。来5块钱的。马田豆腐就是炸的这种油豆腐。好。马田非常有名的特色，5块钱啊。好。我先吃一个。吃。我先吃一个。能直接吃，炸好的。我切一点嘛的。可以。多称一点吧，多称一点。好吃了啊！我吃几袋。行了，奶奶，再装吃不了了。好。使劲装。10块钱是吧？好，10块了啊。本来要5块的，给我装10块。 10块啊！来，我给你扫。好。喂。马田豆腐我不买那个菜，我不做饭，我就吃这个，这个能直接拿着吃。我给你扫哪？扫这儿。你不做饭，我得就这个样子啊。10块。好，10块。好吃啊！这个豆腐。马田豆腐这5块不是10块钱的啊。油豆泡非常的香。这还有马田豆酱，当地的豆酱。这豆酱怎么卖的？10块。这个是用什么做的？黄豆不是黄豆，红豆。红豆做的豆酱啊。你看咱吃那个鱼粉里头啊，七凤肚鱼粉里头也有这个。哎呦，臭豆酱。给我来一个。这个做汤呀、做粉都可以放，做面条啥的，发酵的是吧？有一股臭的味道。香，很香。很啥？香。很香臭香的。马田豆酱。
这一排，你看有很多的早餐店，要吃这个粉店。肉买好了。好的。这是肉，哎，能不能给我放上几片这个？可以。也可以是吧？这个是你们当地的叫马田豆腐吧？对啊。就是特产嘛。我们马田豆腐不是这个，马田豆腐不是这个，那啥就是那个白豆腐才。对。那这个叫啥？马田豆泡。啊，没买对啊，我还好吃的。就那种正宗的马田豆腐是豆腐块是吧？对。咱买错了，买成马田豆泡了，买了10块钱的。你这也有这个豆浆？是啊。也要放这个酱。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香。就这个酱比较香。酱、辣椒，这个啥姜末？蒜末。蒜末。给我加一个这个蛋。加鸡蛋。加个鸡蛋。我要这个，这个是切粉是吧？对。这是细粉，这是切粉，这是炸粉。茶油。16块钱的牛肉做了2碗砍肉粉，这粉很便宜就是它连给你加工过来就是1碗是8块钱，你加个蛋呢就是9块钱我给这个蛋里头还加了这个豆泡，哇，看着非常的漂亮，满满的牛肉。这碗是给摄像点的，咱吃这碗。吃之前还有小刺儿，小萝卜，腌的酸萝卜，这个是姜，这个是姜是吧？这个姜好。吃这个粉一定要吃这个姜，这一碗粉的颜值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加了这个蛋，底下就是宽的这种切粉。味道不错。这一锅一锅给你做出来的现炒的这个码子，确实味道就不一样。人家本身这个汤也是高汤骨头汤。这个粉的口感呢很顺滑，不是那种很绵很软的，吃起来也有弹性。你看这老板把这个肉切得很碎，这肉的火候掌握也好，特别嫩。尝尝这个油豆泡，这是马田豆腐泡，被老奶奶给摆了一道。我说，这是马田豆腐吧？是，赶紧买吧。其实是豆泡，但是虽然不是当地的这个马田豆腐，这老板娘说她这个粉里头加这个豆泡比较好吃，那当地人也有很多人买这个豆泡来加。果然这个豆泡加进去好吃，为啥呢？你看它有很多这个气泡气孔，就沾了很多汤，再加上是油炸的，特别香。再来个姜，哇，这个姜好，脆姜，咸咸的。哎呀，这个姜咋这么好吃？走了，老板。好吃。这边就是粉店，吃完粉呢，这儿还有一个美食烫皮是吧？是叫烫皮给我来一个。给你来一个，可以。现蒸的。现蒸的多少钱一个？你要哪一种啊？都有哪一种的？加蛋。有加蛋，有加空气的。给我加个蛋就行了。这个米浆里头还有葱花呢。
有，盐有没有？盐也有。哦，这个有点像肠粉是吧？但是肠粉是肠粉，我们这里不像你们那个肠粉，我们这个是纯大米做的，就是没有掺一点杂质啊，就是里面吃米饭吃饭那个啊。一蒸就行了。一蒸就行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然后切完之后就是切粉？是啊。就是吃的那个粉儿。是啊。那我刚才吃那个粉儿就是这样切出来。你那个米粉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切的。这还是柴火灶，你看。是柴火灶啊。哇，站在这儿有一股那柴火的味道，柴火灶出来的肯定好吃。那烧柴火烧的这墙都熏成这样了。做了20多年了。哦哟，做了20多年了。 23年了。哦。我告诉你。大柴火。全部是柴火。这个要蒸多久？不要蒸多久，最多1分钟。但是刚才没有放柴了。刚没有火是吧？没有放柴。等一下。那你这个出来的。出来以后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呢，你看，这个啥？萝卜。这个是酸菜。酸菜。今天这个不是酸萝卜，今天这个是酸笋。酸笋。你尝一下呢，我们本地的笋，我们本地的笋酸起来，再做酸菜，你们吃一下呢。这么一个是加个蛋是4块，不加蛋是3块是吧？不加蛋是3块。不加蛋是3块。加个蛋4块啊，尝一尝。有点像这个肠粉的这种方式啊，但是做出来感觉又有点像煎饼果子。哎呀，确实有点烫啊。哇，好吃。这个口感特别棒，软软的，还有点弹性。哇，这个东西啊，看着平平无奇啊，没想到这么好吃。因为它里边有调料，还有辣椒，关键里头这个鸡蛋非常的香，配上这个酸笋，辣辣的这个酸笋，非常具有湖南风味的一个烫皮啊，就是辣的，辣辣的。当地人吃东西没辣椒绝对吃不下去。我发现这所有的美食啊，都聚集在马田中学这里。这学生啊，一天啊，学习长进不知道大不大，这重量肯定能长大。吃的全是主食，因为前头还有一个就是米饺，咱也去尝尝，也是当地特色。一大早吃一肚子米，来，米饺几块？1块5一个，来啥馅儿？都一个馅儿。肉馅。只有一个肉馅。你先尝一下，这么漂亮。你先尝一个再买。来2个。你先尝一个，好吃你再买。不，直接给我来俩就行。不。我这里有那个，还有那个袋装的，我是速冻米饺。速冻。哦哟，这么好看。行，我尝尝。我让你尝一下。2个3块。这个是速冻的，这个还蛮好看的啊，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好吃。我还想的是那种像北方的饺子一样的，它是这种的。这个好吃。这是啥呀？这个皮做出来的，这个特别有嚼劲。就是 Q 弹那种感觉。口弹，这个就很口弹。这个平时怎么吃？就是煮汤。就是那个把骨头上一炖好以后啊，把它倒进去煮20分钟就行了。就是米制品啊。这是他们这是鸡米做的，没糯米。马田的特色米饺，看这个饺子，这个饺子长得感觉像个大馄饨。北方啊就是面皮饺子，来到南方米饺，米做的。是葱花肉馅的酱肉馅，好吃，确实不错。好吃在哪儿？一个就是它这个皮儿啊，虽说是米啊，但是呢很瓷实，咬起来啊有点像年糕那种口感，特别棒，弹弹的。然后里头这个肉馅呢比较咸，又很香，咸可口。好吃。吃完粉我走过来，因为我买了10块钱这个豆泡，你看这老奶奶都收摊都回去了，就在这个摊位。这老奶奶今天肯定想，我靠，早知道我多备点货。来到马田必吃的，我听说这个马田铁板烧很有名，来尝尝，就在这儿。我们是陕西西安，真的，北方过来的，这个比你西安的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我去年去的西安。
那个面西安的朋友别生气啊。10块钱那么大，但是他们的分量超级的足，分量超级真的。我们那儿爱吃牛羊肉。对。这有那啥？牛肉没我们这牛肉好。你们的口，你看我们这牛肉多新鲜。你们的口味这儿牛肉也比西安好啊！西安的朋友别生气啊。有啥推荐的？你爱吃啥？这是我拿的，我觉得。马田的牛肉是真的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西安不好，每个地方口味不一样，特色不一样。对，特色也不是说不好。那你要我说不好，你下次来了我们这里会觉得不好。哦，你们这爱吃辣是真的。我们这也很辣呀，西安也辣呀。西安是香辣，西安是醋。西安是香辣和醋。这个豆腐，这个摸鱼豆腐，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是吧？哎呀，反正人都是喜欢自己本地的啊，自己本地的好吃。从小吃的口味习惯了。咱有臭豆腐，来一串啊！还有素菜、韭菜金针菇。都跟我说这是牛肉好吃，给我拿点。这是不打水的水牛肉是吧？牛肉、香干都好吃。哦，这个香干好吃。啊，香干我拿了，还有腊肠，还有火腿肠。来这个。完了，我下次去西安，西安的人肯定打我。说错了，不是不好吃。没事，你已经及时纠正了。不是，反正都是自己喜欢自己本地的。哎。啊，这个是油锅里头先炸。炸完之后再在这上面再煎。那个啥酱油。调料。啊，调料水。这么多葱花。你要不要放葱啊？葱花、辣椒粉，吃我都吃。你们当地口味咋样你就弄咋样。那我们这是重口味。啊，就吃这个重口味，一定要吃到正宗的。有鸡腿。哦。啊，来过来。要不要？好家伙，喝了这么多年这个茶啊，这头一回见这出这么大包装了。过一阵会是提着桶这样上来。看这个小猫头像的纸啊，整个镇上全是这个纸。吃这个粉的时候也是这个纸。这不是谁家的，反正承包了都。东莞的，哎呀，制造王国，制造王国制造的这纸真好，一撕就断，再撕再撕就烂。就指着这个小猫头像在这卖呢。这个铁板烧真的是重口味啊，这么多78，全是肉啊！你看这个辣椒，先尝这个牛肉串啊。哇，它这个味道，大量的葱，有很多葱，然后就是辣椒的香味儿。最主要是它放了很多葱之后，这个葱。然后一加热，它有一点这个葱的甜味儿，就甜辣，然后葱香，不错不错，好吃。还有就这个颜值真不错，你就看着你就很想吃。牛肉是比较有嚼劲的。再尝这个老板娘力荐的这个豆腐串儿。哇，也好吃。它一炸，外面皮儿焦焦的，里头是嫩嫩的。再看这个魔芋，魔芋也是特色。哇，这魔芋好吃，这个是本地土魔芋。哎呀，这第一次吃啊，咱没经验。要说再来这个魔芋啊，这至少来5串，
你再看这个火腿肠的颜值，哇，是不是看了就想吃？别减肥了啊，赶紧泡个面吧，然后点个外卖是吧？看美食视频，你减啥肥？这是折磨自己。哇，好吃！麻辣鱿鱼须，一口3串啊！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马田镇的马田村，看我身后这里啊是村子里的祠堂。我要说这个马田村，很多外地的朋友肯定不了解。那实际上这个村子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有多有名呢？别说在这儿了，放到全国都比较有名气。因为这儿呢是发生过一场比较大的战役，叫马井格勒战役。我这么一说啊，这当地的朋友一听肯定就笑了啊，因为这不是什么真正的战役啊，是当地人。你还拍干啥吗？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马田镇的马田村，看我身后这是村子里的祠堂。那我说这个村名啊，这马田村，很多外地朋友他不了解。其实这个村子在当地啊是相当的有名。为啥有名呢？就是因为啊这儿发生过一场比较大的战役，叫马井格勒战役。我一说啊，当地朋友啊可能就笑了啊，因为啊这不是什么真正的战役啊，这就是两个村子械斗，两个村子打仗啊，打的这个规模比较大，所以啊当地人笑称就战役。这规模有多大呢？5000多人参与。当时啊，在那个年代啊，是动用了土枪啊，还有这炸山的这雷管。好家伙，这社会影响非常的恶劣。所以说这件事情啊，也影响了一个全国的事件。啥事件呢？就是那时候啊，社会上就全面禁枪了，就把民间的这些土枪全都收了上来啊，就因为这俩村子打仗啊。说到这俩村子为啥要打仗呢？其实啊也很有渊源，因为自古这俩村子就有矛盾。来，这有座位儿，我坐这儿慢慢讲。这个事情啊挺长的，挺复杂。书接上回，这两个村子啊自古它就有仇，在民国的时候就经常发生械斗啊。为啥呢？比如说这个村子把这个村子地给占了，这个村子把这个村子田给占了，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就打仗。直到有一天一桶猪油点燃了这个马井格勒战役。这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马田村啊，有一个小伙子，有一天呢，他推个车拉一桶猪油，准备回家。那个时候天色正值傍晚，天快黑了。这个小伙心里就想，哎，反正天快黑了，肯定没人认识我，我就抄个近路。这个近路在哪儿呢？就在和他们村有仇的这个井冈村子里头。结果正在这个路上走着呢，突然冲出来几个人，就说，哎，这不是那马田村的谁吗？竟敢在我们村子走啊，还过我们村子。这反了你了！这打还挺大，上去踢铃哐啷一顿打，把这个猪油抢走了，把这个小伙的腿给打折了。这小伙就哭着，这一瘸一拐推个烂车子就回自己村了。然后到村长那儿就开始哭，哎呀，村长啊，你要替我做主啊！这井冈村这人太坏了，把我腿都打折了，把我猪油都抢走了，而且啊，人骂咱们村骂可难听了，说咱们村怎么这那。其实啊，把他这个腿打折，村长不关心，关心的是骂的太难听，知道吧？村长第二天就纠结10几个人啊，来到这个井冈村，就打砸了一个小卖部啊，把这小卖部里头什么这脸盆什么热得快什么毛巾什么拖把、锄头啥的，都抢走了。还有小伙临走的时候抱了5、6箱这干脆面，你知道吧？反正抢了很多。结果呢，这个井冈村的这个村长也不干了，这一桶猪油这值几个钱是不是？把我们整个小卖部都给洗劫一空啊！结果又纠结了这10几个人来到这个马田村叫板后来这两个村就开始打，越打这个事态越严重越大，最多到了5000多人。为啥有5000多人呢？其实这两个村子并没有这么多人，但是呢，这两个村它有很多就是同姓的这个村子周围就是一个宗族的都叫过来了，拉帮结派你这边叫一点，我这边叫一点，就纠结了5000多人，就开始混战。那刚开始也都是普通的械斗，比如说这拿个棍，那拿个叉，这拿个锄头，结果打着打着呢，可能是打急眼了
啊，就开始就拿着个土枪，因为在那个年代还有土枪啊，还有就是炸山的这个雷管的炸药是吧，点燃着啊扔过去。听说啊，当时这男女老少是吧，小孩还有老人还有妇女啊，都参与啊，参与干啥呢？帮着后勤，还有这村里头这些医生啥的都救死扶伤。还有啊，就是这2个村子啊，其实有一些青壮年啊，以前当过民兵啊，还懂点这个军事策略，还懂点这个军事战术，什么3-3式的阵型，还有什么抢占制高点啊，这些啊全都使上了啊，非常混乱啊。结果打着打着，因为这个事态升级，越打越严重，就惊动了警方。这警方一来一看，还以为这村里随便打架呢，你看，好家伙，这不行，这得回去叫人。然后呢，就来了很多警察，就把这2个村子才镇压住啊。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马景格勒战役。就因为这个战役啊，就影响了全国。其实说到马田的美食啊，最有名的是马田牛肉。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马田村的村口啊，这儿是一个3岔口，你看那儿蓝牌子上写着马田煤矿，这以前的煤矿就在那边。然后这儿有很多小饭馆，就是土菜馆，这儿全都是。那我也不知道哪家好吃啊，咱随机找一家尝尝这个马田牛肉。这路口上的饭店啊，全都是这大车司机在这吃。马田炒毛肚、马田豆腐，然后马田牛肉。行，这3个。你是点那个大份的菜还是大份的菜。大份啊，就一个毛肚，一个豆腐，一个马田牛肉。啊，行。这是牛肉。对，这就是我们的马田豆腐。哦，这是马田豆腐。这豆腐是不是熏过的？熏了。哦，熏过的豆腐是当地特色。用那个柴火熏的。哦，这才是正儿八经马田豆腐，柴火熏过的。对。这个就是只有我们饭店才有的那个，这个牛肉是真正的。为啥只有你们饭店才有这个？因为这个部位，这个部位的就这一条，整个牛都是这一条。整个牛就那一块肉是那个样子。对对。这啥部位？这个叫雪花，我们是叫雪花。雪花。对，这个是那个腱子肉。腱子肉。对。哦，这肉看着确实不错。哎，那你们现在这个煤矿还有人吗？没有了，都废弃了，不允许搞了。哦。只有国有的。那这个牛肉出名是不是因为以前这煤矿上人多？不是，我们这边就很喜欢吃，然后豆腐。就以前就有这种做法。这都是水牛肉是吧？对，因为一般外面是黄牛嘛，我嗯们这边就是水牛。开吃，这是马田牛肉、马田豆腐、马田炒的这个百叶啊，就毛肚。哇，这个菜啊，看着真是色香味俱全啊，这个颜色都是红红的。为啥呢？就是因为它都加了一个那个辣椒粉叫啥？你们这儿？我们是不是当地辣椒粉？我们叫辣椒灰。不是，我说那个辣椒粉是啥品种？品种啊，
干辣椒，干辣椒粉碾出来的那个粉。这3个菜里头都加辣椒粉，所以你看到这个颜色都红乎乎的，而且都有点汤汁儿，哇，感觉超级下饭。这还有蒜苗，这个辣椒，小米辣，汤汁浓郁。哦，这一口下去，哇，咸鲜可口啊，牛肉非常的嫩。来到湖南，这里头这个辣椒它不是配菜啊，也是可以吃的，脆脆的。加上这个辣椒又辣又爽，哇，好吃啊！这个好吃是能看得出来的。你看这个颜值，给个勺，为啥给勺？就浇这个汤可以拌饭。这个饭啊，就那个木桶饭，当地人啊也叫捞饭。哇，这个汁儿，这牛肉切的都是小片小片的，很入味儿。哇，太下饭了！这里头还有很多小的芹菜段儿。我早上吃这个粉儿的时候，这个牛肉粉啊，里边也有很多这个碎的芹菜。这个芹菜和当地这个水牛肉配在一块儿，哎，味道确实是不错。芹菜很脆，有股清香味儿。炒百叶，哇，这个更好！你看这一筷子下去，哇，给它拌一拌。我本身啊就超爱吃这个食材，这个百叶啊，它就是下火锅或者是这么爆炒都好吃。哇，这一口，哇，味道太浓郁了，关键这个口感非常的脆。这些食材啊制作的时候都能看出来很新鲜，新鲜也没有什么腥膻味，吃起来这个脆，哇，咸辣咸辣的。它这些菜的做法，就你一吃啊，就感觉到就是特别下饭的菜。为啥？因为这儿很多过路的司机，这是一个国道，然后这大车司机啊，车往这一停，本来肚子就饿，下来炒菜也快，哗就吃了。而且我这个是那种炒的大份的菜，它有一些是小炒，就小份的，或者是什么盖饭之类的啊。给它拌一拌，底下有汤汁的更好吃。哎，你说你们就是这个马田村的是吧？哦，那你们两位啥关系？您是啥女儿？啊，母女大厨啊！这个菜炒得非常的快，好吃好吃，味道特别棒。你说那个马景格勒战役的时候，你还没出生是吧911真的是911年， ？91年，然后呢1月。那就要问他我没出生。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对，我没出生。好，那你们现在这两个村子关系咋样？就已经在一起了是吧？对，现在和哦，现在和平了啊，现在不打了。现在法治社会谁敢打呀？啊，对，法治社会啊，不准动武了。哎，那证明当时这个事情还挺大的。以前很凶的，很多特警都来了。哦，那个是真的，那什么炸药啊，什么炮啊，什么那些。炸药炮。真的有，不是说。就那个时候他还有土枪那些东西是吧？土枪、土炮都有，还有那些那些炸药粉什么的都有。那你们这人这脾气是不是特别火爆？对，然后也很直爽，跟重庆人有点像。哦。比较直爽。就湖南人本身就吃辣椒多，是不是？吃完辣椒没处发泄。尝尝我念叨了一天的马田豆腐啊，这才是马田豆腐啊！上面有很多葱花，这个颜值太棒了，看起来有点像是麻婆豆腐，其实不一样。看这个颜值，确实是熏豆腐，它外边有点烟熏味儿，里头很嫩。这个口感你一吃啊，就外边有一点点这个皮是硬的，里头是嫩的。你看，里头就是嫩的豆腐。
非常的软。除了这个马田豆腐，还有马田油豆泡，就我买的那个，还有腐竹啊，在当地都很有名。这儿呢，就感觉把这个豆制品做得很棒。